面对美国2艘军舰的到来，我军出动了2艘航母进行应对，并且这还是我国2艘航母首次同时处于实战部署状态，向美军展示了我军实力的同时，也展示了决心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，我是虎妞。新的一年开始，我国周边海域就变得格外热闹了起来，特别是美国又一次的出动航母，前往我国周边海域想要搞事情，而解放军也不会客气。美国出动了2艘航母，我国也同样的出动了2艘航母进行应对。在出动的航母中，美国派出了1艘尼米兹号大型舰队航母和1艘马金岛号闪电航母，解放军自然是出动了仅有的2艘航母辽宁号和山东号进行应对。虽然我国看起来是出动了仅有的全部2艘航母，但在这次的行动中却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。美国这2艘航母与其说是来搞事情的，还不如说是过来给我国的2艘航母当靶子来练习的。就拿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辽宁号前出关岛基地附近海域来说，在这之前，我国航母从来没在这儿出现过。此次不但出现在了这片海域，还进行了模拟打击演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用多说，大家都明白。而辽宁号不仅是在关岛，还在冲绳地区狠狠地秀了一下肌肉，进行了数百次的舰载机起降训练，让隔壁的御用摄影师把辽宁号训练的全程都给记录了下来。而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一直在菲律宾海活动，在1月2日的时候还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，并且还出动了大批战机进行巡逻任务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以往都要前往南海巡逻的美军舰载机却一直在南海门口徘徊不定。对于这一情况，身为美国小弟的日本在这时候很贴心地给出了解释，这是因为中国的辽宁号航母以及战斗打击群正在这里训练，而辽宁号的训练范围已经进入到了尼米兹号航母的战斗部署范围内，双方的航母等于是在面对面。如果尼米兹号航母的舰载机再往前一点的话，可能会引发一些误会和不必要的冲突。美国为了自家关岛基地的安全，必须小心一点。按照日本人的分析，辽宁号这时候正在关岛海域附近进行模拟打击演练。以辽宁号上搭载的歼15舰载机性能来看，已经能够将关岛纳入机载对地导弹的打击范围。如果美军航母此时派出舰载机进入辽宁舰警戒空域的话，那么可能会导致事情上升到另一个档次，模拟打击演练就要变成实战打击了。并且在美军的头顶上还有我军的无侦七无人战略侦察机在盯着呢，这艘航母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军的掌控范围之内。如果美国人想要动手的话，我军能够做出充分的部署，甚至可以随时呼叫后方祖国的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远程支援。在自己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美军自然是不敢轻举妄动。此外，美国海军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也进入了9段线之外的南中国海区域。别看马金岛号只是一艘2栖攻击舰，排水量也只有4万吨，但是经过美军的改进之后，已经变成了闪电航母，能够搭载 F-35B 隐身战机进行战斗。单论舰载机性能，其实这艘4万吨的闪电航母是要领先我军6万吨的山东号的。不过航母的性能强不强，并不是单单看舰载机的，而是需要看一整支舰队配合的。在马金岛号进入南海之后，我军就组成了以山东舰编队为核心的一支演习队伍，再配合上海航以及空军轰炸机部队、海航岸基战斗机编队，对马金岛号的2栖戒备群已经展开了数轮的模拟打击演练，顺势拿送上来的美国人练手。美军这边继续深入可能会造成误判，一旦擦枪走火根本打不过。但要说就这么逃走撤退又太丢面子，严重有损超级大国的形象，所以马金岛号就算是赖着不走毫无意义，也一定要把美国的牌面给撑住。换句话说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是4航母齐聚太平洋，而且我军2艘航母全部出动，这可是很少见的一件事儿。而且这还是我军双航母首次全部处于实战化部署中，
对我军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。按照美军的分析来说，我国这次的双航母实战化部署，是在对美军的双航母进行模拟打击演练，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行为。从美军的话来看，显然这次美军是吃了大亏。美国人那可是不吃亏从来不叫唤的主。毕竟以往这种出动航母执行任务都只有美国自己出风头的份儿，哪还轮得到其他国家把自己的风头给抢了呢？结果这次中国不但把美国航母的风头抢了，还来了个2艘航母对2艘航母对等回应，当着美国航母的面进行模拟打击演练。这是横行霸道惯了的美国海军在过去从未遇见过的情况。唯一有些可惜的是，山东舰此次并没能到美国家门口的夏威夷自由航行。上次我国海军前往夏威夷搞了一次自由航行，可没把当地美军折腾得够呛。结果跑到国会3天2头要军费，嚷嚷着要强化夏威夷防御解放军打击。如果这次山东号航母战斗打击群前往夏威夷，和辽宁号航母一起迁出深海，恐怕美军还以为打过来了，多少得回忆起当年珍珠港发生过的某些似曾相识之事。最后要虎妞预测的话，这才新年不到1周，我军就出动了2艘航母同时进行实战化演练。等到福建舰进行海试了，兴许美国人就能在夏威夷看到中国的超级航母了。